古希腊的阿基米德曾豪情万丈地宣称：“给我一个支点，我能撬动整个地球。”而现代发明家特斯拉更是牛气，他说：“用一件共振器，我就能把地球一列为二。”这个底气其实源于他的一个小实验。当时特斯拉来到华尔街，爬上了一座尚未竣工的钢骨结构楼房，将一个小物件夹在了其中一根钢梁上。按下按钮数分钟后，可以感到这根钢梁在颤抖，慢慢的颤抖强度增加，逐渐延伸到了整座楼房，最后整个钢骨结构都开始发出了响声，并且摇晃摆动了起来。惊恐万分的建筑工人以为发生了地震，纷纷从高架逃到了地面。于是特斯拉就取下了小物件，悄悄离开了，留下了一群惊魂未定、莫名其妙的建筑工人。这个小物件就是一个共振器，那么它是如何凭借小小的身躯撼动整座楼房钢架的呢？所谓共振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任何物体产生振动后，由于其本身的构成、大小、形状等物理特性，原先以多种频率开始的振动，逐渐会固定在某一个频率上振动。这个频率就叫该物体的固有频率，就好比将几个杂乱无章的节拍器放在同一水面上，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这些节拍器的步伐会出现惊人的一致。而当人们从外界再给这个物体加上一个驱动力，而这个驱动力的频率又恰好与该物体的固有频率正好相同时，物体振动的振幅就会达到最大。这种现象就叫做共振。特斯拉手中共振器的威力主要在于它能够发出各种频率的波，这些不同频率的波作用于不同的物体，就能够相应的产生一种共振波。当这种共振波达到一定程度时，就能使物体被摧毁。说到共振的危害，人们最为熟知和引用最多的应该是下面这个例子：1831年，一队骑兵通过曼彻斯特附近的一座桥时，由于马骑运动节奏比较一致，致使桥梁发生了断裂。其实不光是大队人马厚重整齐的脚步能使大桥断裂，那些看不见的风同样能对大桥造成威胁，因为风除了产生沿着风向的一个风向力外，还会对风区的建筑产生一个横力。要是风的横力产生的振动频率和建筑物的固定频率相同或者相近时，就会产生风荷载共振，从而对建筑物产生一个震动。美国塔克姆大桥的倒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，生活中合理的利用共振就能够带来不少的便捷。比如在建筑工地，建筑工人在浇筑混凝土的墙壁或地板时，为了提高质量，总是一边灌混凝土，一边用振荡器进行震荡，使得混凝土之间由于震荡的作用而变得更加紧密结实。